真的做了杨卡组的特效。旗舰店的特点还是捂胸苦闷的挣扎表情，决斗盘一体变形展开，海洋堂轮转科技，地狱凯撒亮。这里是纯白欢笑的分享时间，欢迎大家观看。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由海洋堂出品轮转科技系列的地狱凯撒亮的评测。先简单的看一下这是为包装盒的样子，和本系列的其他产品基本上是保持了同样的规格和大小。而如果这一次你是在旗舰店预定这款产品的话，还会附带这样的一个旗舰店的特点。这一部游戏王的角色在旗舰店预定的话，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对应的特点，像是王样的话就是黄金柜，而星羽侠的话就是攻击2500的特效。然后呢，我们把这一次这个包装盒给它打开，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物吧。简单打开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盒子内部是一个这个蓝色的封底，然后打开到之后呢，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塑封，下面呢用这个透明胶布缠着的是这一次的这个杨卡组的特效键，还有这个次附带的支架。这个支架基本上是一个泛用支架。而我们打开这一次的塑封的话，就可以看到内部保护的很好的凯撒亮，它这一次是用整个这样的一个膜给它整个包裹住，而在封印的下摆处用了2个这样的零件去给它填充，防止互相之间摩擦。整体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所有零件一览。这就是这一次所附带的所有零件。首先是大小对比，身高很正确的比10代要高一点。然后呢，我们把凯撒亮单独拿出来放在这个转盘上来看一下整体的细节造型。这一次的这个凯撒亮的造型和上一次10代的造型师我记得好像都是同一个人，因此整体的这个身材做的比较瘦削。拉近一点来看一下它的这一次的细节造型。以造型而言，其实这次凯撒做的还算不错，起码个人感觉比上一次10代也好点。但它这一次的这个风衣的下摆是这样子分成了4片，而且是这种比较偏硬的材质，虽然谈不上硬胶，也有一定弹性，但是因为非常硬，基本上就和4个塑料片没什么太大区别了。然后根部的话是4个轮转关节来作为活动。说实话，直接掰的话，因为它这个轮转关节是角度限定嘛，还有点怕给它掰断了。然后头部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可动，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头发的造型，所以稍微有点影响头部的向下摆动。然后胳膊的话是正常的，可以上抬到这个角度，正常的弯曲也是这样的，超过90度并不能完全贴合，勉强够用吧，反正只是打牌而言的话。然后手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3口关节的一个手腕，然后根部这个里面有一个可以拉出来的结构，可以看得出来，可以配合它这个前后来扩大它的这个手臂的根部的一个活动范围。而整个风衣的领子是和下摆一样，是那种比较硬的材质，和背部连接在一起。然后腰部的可动范围前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幅度，一个2端式的腰部可动。然后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风衣的这个下摆，是整个分成了4片，然后之前说了根部用的是这种3口关节来连接。把它造型调整角度的话基本上是够用了，但是一整块的话是只能是紫色的。然后脚的话掰开了之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范围。腿部的其实可能范围还是不错的，基本上不管是1字马呀还是屈膝啊，范围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它的这个小腿这里还有一个单独的旋转角度的一个关节，大腿这边的话就没有了。然后就是正常的这种膝盖结构。
然后脚掌呢也是脚踝这里有一个可动，脚尖有个可动，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它这一次的配件有4个表情的替换脸，再加上5对替换手，还有3个卡牌的特效键，这是背面的样子，也是有画上卡牌的背面，再加上一个决斗盘。然后我们把这次这个决斗盘拿出来，这次决斗盘和之前时代的那个一样，也都是可以一体变形的一个决斗盘，展开就是这个样子的。稍后的话，我会把时代的那个决斗盘拿出来跟它进行一个对比。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决斗盘也是一样附带的2种配件，一个是这种魔术贴的这个底座的这个端口，可以拿来给其他的同比例人偶来使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这个专属的手腕的这个固定关节，这个造型的话就是更符合设定的一个造型，直接把它卡在这个手部的这个地方，然后把它合上，然后连接决斗盘就可以了。我一般的话给它自己用就都是用这种类型的，但是它这一次的这个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卡得很紧，要很用力才能把它掰过去，我甚至有时候怕把它掰坏了才能给它转过去。上一次时代的决斗盘好像就没有这么难掰，有点微妙。然后呢，我们接着再把时代的这个给它拿出来做一个对比，可以看出来这2个决斗盘其实是同模，但是涂装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微妙的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就是时代的这两边这个是下面的灰色是一个原色，而那个凯撒亮的这个地方，它这里其实这个灰色是一个涂装，不知道镜头能不能看得清楚。就这个地方，你看，因为这个拔插的原因，它其实下面有一点可以看到，这下面还有表面这个地方，这里因为拔插有一点掉色了，蹭掉漆了，就很微妙。然后同时下面的这个卡扣，它这个凯撒亮的这个卡扣是比较松的，但是时代的这个就没什么问题，时代这个卡的挺紧的。这2个应该是一个同模，就怎样这样子放在一起能看出来这2个其实是一个同模，只是涂装不一样。但是时代的那个就好很多，凯撒这个很松。这是这一次所附带的5对替换手，这个手呢是用来拿手牌的，然后这个呢是抽卡的手型，可以用来放卡牌。然后剩下的4对手呢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是还原剧中的各种手型。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一次的这个卡牌的特效键拿过来，这个是这一次的卡组的一个配件。其实可以看到这次这个卡组的印刷质量有点一般，在这个侧面可以看到它这个涂装是有溢出来的，这边也可以看到有比较明显的溢出，但是正面的这个细节还是印的还是可以的，就是基本上卡的形状边框是有印出来，然后呢是可以把它插到这个决斗盘里面的，这样子。然后我们接着拿出来下一个配件，这个就是这一次这个手牌的一个配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背后这里有一个凸点，是用来配合握持手牌手里面的一个凹槽的。然后正面呢大概是这样子，可以勉强看得出来分别是有那个魔法卡和怪兽卡这个样子的一个区别，不过卡图当然都是空白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张单独的卡牌，是这样的一张魔法卡的一个单独卡牌，正面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背面呢就是标准的游戏王卡背，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样子。然后我们接着把它的这个手型拿过来，首先是这个用来握手牌的一个造型手，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凹槽，就是跟刚刚那个卡牌背面的一个凸起去进行配合的，然后直接把它去卡到这个对应的凹槽里面来握持它。这个握持稍微有点紧吧，不过也好，这样可以卡得稳一点。稍微调整一下把它卡进去。一开始的时候我想直接插，还发现插不进去，发现得从左侧薄的那一边伸到这个指缝里面，然后把它向左滑过去，滑到底，
然后才能把这个卡牌固定到这个造型手上。固定上去之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一个样子。不过说实话，就算是握在手上之后，还是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这个卡背有点印歪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拿出另外一个造型手，这个造型手就是用来握持这个单张卡牌的。可以看到这里就通过这个吸缝给它夹在这里面。这个其实如果说刚刚那个是安装的顺序有问题的话，那这个就是真的非常的紧。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细缝，用手勉强可以给它掰开一点，然后再把刚刚的这个卡牌给它插进去。其实我一开始插的时候还有点担心会不会给它撑掉漆了，不过后来发现还好，插上去没啥大问题，就是因为很紧所以比较费劲儿。不过之后就好了，就这个样子插上去。这个应该是从卡组里面神抽的时候用的一个手型。然后我们接下来把这两个搭载了卡牌的造型手给它换上去，效果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从后侧方也可以看到卡牌的内容。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表情替换。首先呢是把这个前发给取下来，然后呢接着把本来的这个表情脸给它抠下来。可以看到它这只是脑袋的两边有一个这个凹槽，给它插到对应的卡扣里面就可以了。然后接着呢再把前发给它安回去，这样这个表情脸就替换好了，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再来拿出放在最下层的支架和羊了卡组的卡片防御特效。首先这一次这个支架呢是一个通用支架，直接可以使用这个夹子，也可以使用这个接口来连接背部的这个凹槽，来直接把这个凯撒亮放在上面。因为这一次这个披风导致它的这个重心其实不靠支架的话是比较难站立的，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直接上支架的。然后呢这边还单独带了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支架，是用来插这个特效键的。这个特效键用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上面是有一层膜的，要把这个膜撕掉。我试了，只有正面有膜，背面是没有的。背面没有，只有正面有膜。就这样拿出来就可以直接用了。然后把它去夹在这个夹子上面。然后呢，这个支架的这个底部呢，随便找这个底座的一个凹槽给它插进去就可以了。然后自己去稍微调整一下这个特效键的位置，换一遍，这样子吧，给它插到内侧去。好，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特效键安装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把所有的配件放在一起使用后的效果吧。同时用来放置这个特效的这个支架的夹子，也可以用来夹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海洋堂旗舰店所附带的特点。首先是说明书，然后是这一次所附带的这个苦闷脸的表情，配合这个用来抓胸口的挣扎的手型，基本上就是凯撒亮使用了锂电子流之后开始挣扎的一个组合套件。可能因为属于特点而非标配的原因，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抓胸手，因为这个手肘的弯曲能力不够，所以它实际上是够不到胸口的，只能虚浮在上面，这个稍微有点遗憾。但是呢，同时它除了作为抓胸手以外，这一次凯撒亮的所有手型实际上是没有抓取手的，所以这个抓胸手弥补了他没有抓取手型的一个遗憾，可以拿它去抓取其他的物品，使它的
玩法可以更丰富一些，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弥补了。接下来就是和其他东西的把玩展示。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本期的评测大家喜欢的话，请给我一个3连支持一下，这样我也可以根据大家的喜好来调整一下后续的视频更新比例。顺便说一个话外音吧，就是有看到这个电子终结龙吧，看起来好像很霸气，对吧？但实际上这个是我几年前刚开始接触 3D 打印的时候做的，因为用的是 PLA 打印的，所以已经波了大了，很多地方都已经碎裂掉了。